荡，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为你疗伤？你说你成熟大方，天下无双，轻易放心上，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一水撑不了海洋，一人力量大。只要家人在身旁，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无论大事小事，大家一起扛，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无论伤心开心，大家一起唱。可只有这样，就会有天堂。无论幸福祝福，大家一起想。希望，无论艰难困难，大家一起担，勇敢去闯，家是快乐的负担。妈，你让大哥回来吧，你把他赶出去，他在外面更容易做错事的。哎呀，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说，如果刚才警察真的搜出什么东西来的话，那快乐又会怎么样啊？顾客还会来快乐一吃东西吗？那我们的执照会不会被吊销呢？如果这件事情给阿公知道了，他会受得了这种打击吗？这些事情啊，都是他惹出来的。你也知道，家龙不是罗家的骨肉啊，我可不能把他留下来祸害罗家呀。可是大哥他，就由他去吧，都这么大了，是死是活，这都是命啊。对了，雅西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佳琪啊，我不想他走的不安心。哦，二姐。马德，让我来吧，你去休息一下。好吧，我去冲个凉，切好了先炸一下哈。哦 ，OK。雅喜啊，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什么事啊？你帮我留一下，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的吗？谁要找工作啊？我咯。二姐，你闲得发慌啊？是就好了，我怕以后想闲一下都难了。为什么？我看我们的好运真的是到尽头了。今天早上律师打电话跟我说，耀祖弟弟那边找到另外一名证人呢。只要这名证人上法庭作证，当年我家中的确有立下遗嘱，那这场官司我们就非败不可了。不是一直说找不到那个证人的吗？就是啊，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那么神通广大，从广州一家老人院找到的。不过听说他已经中风了。不是我黑心哦，我倒是希望他中风中到神志不清，什么都不记得了，要不然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那间屋子你们毕竟住了这么多年，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判给对方吧？很难说的，人一倒霉起来，走在路上，鸟都会在你头上大便呢。我不骗你哦，雅喜，我今天早上刚刚做完头发，正要上车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我头上啊就中了那些死乌鸦的炸弹，你说帅不帅？怎么这样倒霉啊？就是啊，哎呀，不信邪都不行。最近啊，做样样事情都不顺利，开车呢又中翻，吃鱼又给鱼骨梗到，吃菜又吃到毛毛虫。哎，你看 ，Oh my God， 连切个芋头都切到坏的哦。二姐啊，你越是这样想，就越觉得什么都不对，样样都不顺心的。哎呀，我倒是个很看得开的人啦。如果你的命啊是这样子，那怨天尤人也没有用了。我已经做了最坏打算了哦，免得到时啊大家抱着一起死。那你想找怎么样的工作？我以前做过化妆品公司的区域经理哦，不过那间公司已经倒闭了。哎呀，我都10多年没有打工，都已经过了30岁，我也知道了找工作不容易，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哎呀，如果有什么董事长啦、总裁啦、副总裁啦、总经理啊，那最好了哈。
系，我跟你开玩笑，你不要太认真啊。我什么都做的，谢师哥也可以。真的吗？要不然怎么样？等你真的没有钱的时候，叫你洗厕所你也得去啊。如果你真的会这样想，那表示你能屈能伸，不管环境怎么变啊，都击不倒你。我也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啊，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挨。如果真的那天到来，说不定第一个哭哭啼啼的会是我。那位姐夫呢？他有没有什么打算？他一点 worry 都没有啊，整天跟我说他投资的生意会赚很多钱呢，哪有那么容易？真的是太天真了。我说他那50万肯定给人家骗光光了。我是 Kate， 我出国还没回来，请留下口讯，我回来后再联络你。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回来？喂。嗨 ，Joe。Kate， 我一直在找你呀。我不是告诉你我来了上海吗？怎么怕我跑掉啊？不是，只是有段时间没见到你嘛。原来是想念我，叫你跟我一起来上海，你又不肯。我真的走不开嘛。最近我常上法庭，忙得很啊。哎，对了，我们那边的投资怎么样了？非常顺利，下个月正式开幕，现在会员已经达到85%了。真的啊？那几时可以开始赚钱了？快了，下个月开始就有钱分了。嗯 ，yes， 太好了。不过我现在需要10万块，你方便寄来给我吗？什么？不是给了你20万吗？对，可是这里出了一点状况啊，需要再用到钱呢。我回来会跟你解释的。这笔钱只是当我跟你挪用的，回来后我会马上还给你的。这样。就拜托拜托了，你信任我吧。有了这笔钱，一切都会顺顺利利了。你明天能汇给我吗？老实说，我没钱了。就别这样了。我真的没钱了。Kate， 如果你能找到其他人投资，能不能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他们？我想要回我的50万。我回来再跟你谈吧。对不起啊，我要去开会了。喂 ，Hello， 喂，一跟你提到钱就马上挂电话。难道真的被嘉义说中？我被他骗了？二舅啊，这是我和妈咪送给你的，你到阿富汗可以用。什么东西来了？快来看喽。好。我妈咪说啊，那边的天气很冷的，你穿上这些袜子睡觉就不会着凉咯。还有啊，这些纸内裤穿了就可以丢，不用洗啊，那么麻烦。你想的真周到，谢谢你，谢谢你大姐。哎，你也知道我是有限公司，只能够送这些廉价物品，你就将就一点哦。大姐，你不要那么说啊，你疼我，我心里明白的。对啊，人家说物轻情意重嘛。你呀，也不要逞强了。如果去到那边不适应的话，就赶快回来，没有人会笑你的。什么地方不好去，一定要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做好事。对啊，再说啊，新加坡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嘛啊。如果每个人都那么说的话，那不是没有人去帮那些可怜的阿富汗儿童咯？那就让别人去帮啊。其实做好事啊，在新加坡也一样的。佳琪啊，现在呢就有一个让你做好事的机会，算是帮我也帮你自己。哦，于是买保险了。大姐，我已经替你买了3份了。不是啊，今天我要介绍你买的是 Unit Trust。但是我明天就要飞走了。所以我现在跟你解释啊，你只要签名，其他的我帮你办就行了。那不用用到现金，只要用 CPF 就行了。现在 CPF 啊有一个叫 CPF Investment Scheme 的，就让一些公积金会员用公积金来投资。但是我的公积金啊是要用来养老的。那就对啊，你投资之后赚更多钱，那老年就更有保障嘛。对啊，所谓的钱生钱嘛。但是我也要供房子的。你每个月的 CPF 那么多，供房子哪里会用得完呢？我知道啊，大姐，但是缴交公积金的薪金是有一个底线的。我知道，即使到了2004年啊，今年底线调到5500，也不少了。那时候呢 ，CPF 每个月交得来都有1000多块钱吧。反正存着都存着的，也不能用来花，不投资啊才是笨呢。对啊，
投资就是钱生钱，小钱生大钱嘛。你以为投资就会赚钱呐、股票会掉，基金会亏本啊？你很厉害哈。妈咪，这是事实嘛，你要说服人家，不要只强调优点，还要提出缺点的，不然啊，人家以为啊你是想达到目的的。你以为你是投资专家，你想教训我啊？不是啊，大姐，她说的对啊。你不要看她年纪小小，她很理智的。谢谢二姐的夸奖。大姐啊，话说回来，投资呢没有保证一定赚钱的，所以不管是大投资、小投资呢，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处理了。有些人呢，把大部分的公积金呢都投资在股票上，结果市场反应不好呢，全都亏本了。所以我宁可把我的公积金啊存放在我的公积金户口里，赚利息，既安全又稳当。投资当然有风险啊，可能赚钱，可能亏一点本。不过呢，最重要是眼光要准，时机要对。现在呢，我们的行情那么好，这个时候投资啊，最好不过的啦。而且我妈咪说的对，现在不投资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你快点乖乖的投资吧，不用听她啰嗦。妈咪，我在帮你呢。哎呀，你们母女这样子加工，我不投降了不行啦。但是大姐啊，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查我的公积金户口有多少钱可以拿来当投资用途的。那你不要担心，你只要拨1800-788-0788电话询问或者上网查一查就行了。www.cpf.gov.sg。天哪，你们母女双剑合璧，我真的是甘拜下风。好，我这就上网。我跟你讲啊，我过去准备好，马上通知我啊。Yes sir。好呢。嘉琪啊，其实我那些公积金可以让你投资的。哎，上次你的公积金不是用来买保险的吗？啊，我还有点钱呢，可以帮你买一份基金呢。你没有听我弟弟讲啊，公积金是用来养老的，你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更需要好好存一笔钱来养老。公积金啊，随便用的话，改天你老的时候要钱没钱，很凄凉的。那还有政府吗？哈，靠政府不如靠自己。以后啊，老人家越来越多，你要等政府来照顾你啊，什么时候才轮到你呀？就是咯，没志气，等政府养你呀，窝囊废哎！喂，那么大胆啊，没大没小啊！谁叫他好像跟屁虫一样，老是跟在你后面拍马屁啊！你说什么越来越放肆啊？算了算了，我只是开玩笑罢了。跟叔叔说对不起。说对不起。嘉琪，算了算了。妈咪，难道你看不出吗？他千方百计要讨好你。我一早就知道你不怀好意，癞蛤蟆才是天鹅肉。我没有。还讲没有？你休想得罪我妈咪，我妈咪是不会喜欢你这个癞蛤蟆的。你放肆！算了，再给我家好教训啊！干什么呢？你这放肆啊！你为什么要打他呢？把他打成这个样子。想什么呢？万一把他打伤怎么办呢？气死我了！痛吗？二舅看看。没事了，二舅。哎呀，你怎么又惹妈咪生气了啊？那个威廉咯，明明就是不安好心，妈咪却护着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安克威廉？不是吗？他对妈咪啊有猫猫之意耶。那你又懂什么是猫猫之意吗？他想救我妈咪咯。刚才你不是叫二舅上 CPF 的网站吗？我已经上了。那在公积金局里啊，有一个叫买 CPF 的个人资料库，只要二舅输入我的密码呢，所有的资料呢将会在里面显示出来，而且他还提供我意见哦，那将会帮助我计划怎么买房子、退休、保健开销等等。啊，就打个比方，以目前二舅的收入，直到我退休为止呢，我将会有多少钱在我的公积金户口里？在里头啊，将会显示出来。这些数据呢，将会帮助二舅规划我未来的退休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有计划的人生。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计划自己的人生的，这包括你妈咪。虽然你爹地妈咪离婚，我们大家都觉得很遗憾，但是我们都必须面对现实的。你妈咪还年轻，她有再选择对象的权利。安克威廉还没有结婚呢，他有权利追求他喜欢的对象啊。我们都必须尊重他们啊，你明白吗？我就是不要其他男人接近我妈咪，也不要其他女人接近我 daddy。
我妈咪和 Daddy 还会在一起的。喂，大家吃火锅啦！哦，吃火锅啦！吃火锅啦！哎，你看你差点跌倒了。文文啊，堂哥跟你说 sorry， 不要生气啊。谁稀罕你的 sorry？ 哎，你忘了刚才二舅怎么跟你说吗？快点做 sorry。算了，小孩子不懂事，你吃饭。哎，哇，这么丰富啊！不可能有鲍鱼吧？啊？有，这些鲍鱼是我赞助的，专门请你吃的。哎呀，你看，来去请我吃的，你真有我的心啊！你才以为啊，他是吃到不要吃了才来孝敬你的。这也算是有我的心啊！来爸，回来了。哎，家峰回来了，快来来快来啊！回来正是时候啊！哎，你不是陪女朋友吃饭的吗？女朋友是一定要陪，可是今天可就不一样啦。今天最重要的是帮二哥践行，人家是重色轻友，可是我们是重兄弟情，青涩。Yes yes。哎，你好像早就射了，那不然怎么会搞到人家大肚子？有小孩在，大人说话要有一点分寸。哎，对了，为什么没叫家一块来呢？他要上课啊，他又很好学，晚上学英文课，英文课上完之后要学管理课程，他还说要跟大妈学炸鱼呢。真的？妈给的家运呢，随便教人的。哎，我跟阿佳结婚之后，那就是自己人呐。大妈，你说对不对？吃吧吃吧，说那么多话，吃。来，这边坐，这边坐。来，一样，来。哎，对了，大哥家现在还没有回来，要不要等他们呢？小孩刷今晚不回来吃饭。他不知道你二舅明天走的吗？那大哥呢？跑到哪里去了？不用再等了，大家吃，佳琪吃多一点。哦。阿公、阿妈、二姨丈、舅舅、舅妈吃饭。乖。好，那 Patrick， 到你们啦。Everybody eat， 大家吃。What's everybody eat？ 大家吃，好好的叫人。妈咪，我已经饿到没有力气叫了。Hello。好了，不要讲吃了。来吃多一点。慢慢吃，慢慢吃。哎妈，你知不知道大哥去哪里啊？要不要打电话给他呢？不用打了，也许他在马场吧。吃了，吃多一点。好，妈吃。熟了。哎呀，嘉龙，全身都是血。难道给人家追杀？嘉龙，难道真的是给人家砍死？我给你吓死了！什么？我以为你死了，你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样了？啊？哪里痛？说。Sorry， 我没有看到。你怎么会在这里的啊？是不是有人找你算账啊？你告诉我你哪里受伤了，要不然我叫救护车。你快说！我哪里受伤？你还说没有？你看整身都是血，还不是受伤是什么？哎，你伤风啊？闻不到这是番茄酱咩？切！你躺在这边给太阳晒，都晒干了啦，我哪里会闻得到？我还以为你给抽家砍死了。哪里有这么容易就被砍死？我不能这么说啊！你那些货啊，如果给警方收到的话，你说他们会不会找你来算账啊？那他们也会被警方抓去吗？怎么会来找我？那如果警方没有抓到他们呢？哎，是你说的哈，警方会在那边等他们拿货的时候，警方就把他们一网打尽嘞。你以为每个人像你这么没有脑的咩？他没看见有什么风吹草动啊，都不会出现呢。那不是抓不到他们？那他们不是会来找我算账？那还用问？那边就是了。哎，你看你个衰嘴，你讲他们就来了，怎么办啊？跑啦！哦，前面呢，拐个弯就是，手脚快一点。干什么？你们什么事哈？关你什么事啊？走开啊！惨了，不知道他会不会被他们发现啊？这一间呢，就是他老妈的店了。管他老妈老爸啦，我看放火吓他了。放火？
里面还有煤气。哎，如果我们找条塑胶管，把煤气灌进店里，放火就行了。那快找了，快找！哎呦，这干什么？神经病咩！哎，找到了，是吗？找到。煤气桶嘞？哎，这个螺刚才是在这的吗？还好没听你的话，把这条天然人参送给阿爸，要不然送给他还要被他打，多不值得。哼，不把我当女儿，连喊鸡背都不给他吃。快走！来呀，来呀！喂，快走嘞！脚很痛啊！哎呀，你麻烦你来，我背你。我追啊！警察，警察，走啊！我的千年人参啊！好像没追来了，没有，好像没追。哇！你想跌死我的屁股！哇！你受伤了？没有啦，还说没有？你看你流了那么多血。都说是番茄酱啊。嘉龙，你怎么样了哈？嘉龙，你没事吧？啊，你怎么样了？你醒醒！我什么？你要说什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吃火锅。什么宗教啊？哎，我真的被嘉龙给吓死了，他怎么会去招惹那些人呢？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嘉龙跑掉了，还好警察来得快啊，我看那些人不敢去追他了。好的。最惨的是，他把我一条千年人参给打烂了，这可是我花了3000块钱买回来的。你不会是说大白吗？是3000块钱波比呀，不是人民币呀。现在打烂了，我真的是损失惨重啊！你的损失啊，我来付。哎呀，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啦，算2000就好了。
钱不是问题，最重要是嘉龙没事就好。我们来吧，吃。我这里鲍鱼，再买一桌零食。你们吃的鲍鱼很好吃的哦。是的。多吃多一点。嘉龙，你要坚持下去啊！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嘉龙，你醒醒啊，醒醒！我要吃火锅。你有没有搞错？你这个时候还吃什么鬼火锅？嘉龙，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血的，吓死我了！嘉龙，嘉龙，坚持下去，救护车就要快来了哈！你手怎么那么冷哈？嘉龙，我要回家。回家。嘉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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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龙。我说小才女啊，今日如此良辰美景，一家大小团圆，您何不吟一首诗来助兴助兴呢？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哎呀，您太谦虚啦，请。那我去班门弄斧了。耶！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哦，你惨了！什么惨啊？他说脏话。哎，我哪里有？还说没有？你刚才说做爱。啊，好学不学，学黄诗，真是人小鬼大啊！这不是黄诗哈，这可是杜牧的名诗啊。人家说做爱是坐在地上的坐啦。啊，懂吗 ，Patrick？ 做爱啊，坐在地上看着他心爱的景色，这么诗情画意，说到这么肮脏。屁股坐在地上有很多灰尘，不是很肮脏哦。好了，少开口，什么都不懂，还在这里献丑。谁说我什么都不懂？我会念诗啊，床前明月光。你念来念去还是这一首，从2岁念到10岁，你不觉得丢脸吗？没都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一首已经不错了。现在新加坡的环境啊，还有几个小孩会念唐诗的。现在很多家长很家书的，你不知道吗？是吗？哎，说到家书，我们罗家就有一个啦。是啊。哦，我是很家书的，我不家书的话，我哪有饭吃啊？我祖先啊，没有留什么财产给我，我自己也没什么财产留给我的温温，以后他得靠他自己的啦。倒是你Patrick，你不能够来来去去都是一首诗走天下的。20年后啊，是中国的世纪。到时候啊，是你们发展的时候，你呀、整天床前明月光，会给中国人看衰你的哦。才不会呢 ，Patrick， 妈咪支持你，妈咪 support 你 ，OK？ Daddy 跟你说，上一次我去上海的时候啊，被那边的繁华给吓呆了。你知道吗？上海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假如全中国像上海一样，那就不得了了，懂吗？所以姐夫啊，也忍不住在那里投资了。一点点。什么一点点啊？500,000啊，50万呢，还一点点。哇，那投资是什么？什么？健身健身俱乐部。是有关于男的还是女的？男女都有。妈，我来帮你，你去吃吧。不要紧，我年纪大了，吃不多，你们去吃吧。刚才电话谁打来的？哦，姑姑打来的。他也打来烦你啊？啊，不是。你看起来好像很不开心哦。刚才你也看到了，一家人吃个饭，姐妹俩说来说去，像家父呢更不像话，人家婚都没有离，就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你说以后人家会不会讲闲话呢？家龙呢是更不长进。姑姑打来说，家龙被人家在追杀。追杀？那想怎么样啊？不知道。姑姑说，家龙从他后门逃出来以后呢，3个男人就拿着刀在后面追他，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在追到。
那我去看看。雅西，我说过了，是生是死啊，都是他的命啊。我对这些孩子啊，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你就要搬出去了，以后啊，这个家的事儿少管一点，出去好好跟佳琪好好吃一顿。妈，来，去吧。来加点汤吧。啊，哎，好小青年来。唱啊。佳琪，你喜欢吃西洋菜，来吃多一点。谢谢你妈。喂，家福啊，你什么时候打算跟阿娇结婚啊？今天早上不是跟阿公敬过茶了吗？啊，这样就算了，人家家人会不会反对的？结婚是你情我愿就行了，管人家想这么多干嘛？什么拍照啦、穿婚纱啦、注册啦、请客啦，都可以免了。哇，小舅你真没良心哦！对，帅，怎么可以这样草率的？哎，不过在我看没什么啊，反正那个女的已经结过1次婚了，而且又怀孕，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摆不摆酒啊也没什么的啦。哎，我可不觉得有什么不光彩的，我只是不想铺张罢了。哎呀，你当然没有关系啦，你有没有为妈的想过啊？人家会怎么讲妈的？人家会说啊，因为你不是妈的亲生的，所以结婚结得那么寒酸呢，好妈的好。哎呀，有谁不被别人讲？有谁背后不讲人？这一点我已经看得很开了。你看大妈身经百战，到现在她已经练到刀枪不入的地步了。所以总而言之呢，我决定下个星期就跟阿娇开始住在一起了。啊？你是说同居啊？如果阿娇坚持要注册的话，我也不反对啊，一切顺其自然了。那么快？怎么会快？女方的肚子都快大起来，还快。小舅，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没有防止意外？拉娜，你很厉害吗？哎呀，这是基本的生理常识吗？除非你不想有婚前性行为，不然就一定要懂得怎么避孕。哎呀，喂，你呢？小舅有了可以打掉的吗？金宝，好都不学，学这种东西。哎呀，每个人都知道，有什么奇怪 ？Patrick， enough。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尊重生命，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毁掉个小生命，这样子是很不负责任，也很不道德了，懂吗？这点我同意啊。那家福啊，早点结婚吧。哈，他拿什么结婚啊？他一个月赚多少钱啊？他连自己都养不活啊。大姐，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有情饮水饱。饮水饱，你说的那么容易？好啊，从今天开始啊，你只是喝汤，你什么都不要吃，看你饱不饱。老爸，你不要一直吃啊，说话啊。说什么？家福结婚的事啊。啊，你妈决定就好了。你怎么老是这样的啊？找老爸去拍戏最好了，这么好赚，一整天坐外面都不用开口说一句话就有钱拿，多舒服啊！那妈咪啊，就最不好赚了，因为她每次都要说很多话。下次如果有一个长戏角色，找你妈妈最适合了。你要死啊！说我长气。老爸，你说话你怎么一点意见都没有的？你妈说了算。好的，怎么说？把人家的肚子都搞大了，不结婚行吗？不过你们都长大了，要怎么结婚就怎么结婚，我没有意见。如果你想摆酒请客呢，我们做父母的会尽力而为。不啦，我已经很不争气了。如果再跟你们伸手拿钱结婚的话，那我不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那你有没有 CPF？ 我听说可以用 CPF 买房子的，而且第一次买祖屋的人还有津贴，很划算的。他哪有公积金啊？一个月赚600-700块，能交多少公积金？叫他换一份工作吗？他又不要。你就是那么不长进，好好找份工作做不是好吗？演什么戏啊？那么喜欢演戏，做 part time 就好了。至少你现在如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薪水花完了也有 CPF， 有 CPF 呢就可以买祖屋，自己建立一个好好的家庭，多好啊！不用靠别人。二姐说的对，对于你们这种没有金钱观念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最好的保障。你可以用公积金来买房子，又可以缴交医药费，将来有了老婆孩子啊，可以用来投保家属保障计划的。这是什么啊？好，大姐最清楚了。家属保健计划英文叫做 Dependents Protection Scheme。投保的公积金会员啊，如果遇到不幸事件啊，比如身心不健全或者死亡，就可以马上得到赔偿金。赔偿金啊，最高去到44000块。你在34岁以下，每年的保费啊，就只有36块钱。哇，那么好啊，我得赶快去买了。你有没有家属？你要买给谁呀？如果你死了，你要把钱留给谁呀？对哦。不过你
可以买家庭保障计划，也就是 Home Protection Scheme， 这是保障公积金会员和他的家人不会因为公积金会员遭遇不幸的事情，比如死亡或者身心不健全的时候，因为无法还清房屋贷款而失去房子。原来公积金有这么多的好处啊！那早知道我多缴一点。你现在知道还来得及，不过燃眉之急呢是没有办法了。我看我们大家帮他一下。真的是好介绍你，你看你多幸福啊！你结一个婚，大家都为你烦恼。这就是最小的好处。我叫你们哥哥姐姐，有没有白叫啊？反正呢，假期走后呢，我会搬回我妈家住的。到时候我们的房间空了出来，可以给家福做新房啊。哎，不过我跟妈的说过了，我跟温温会用你们的房间。当然是人家家福比较急用啦。我说句难听的，家福自己惹的祸，应该受点惩罚。要不然每次惹麻烦啊，要我们跟他解决这个解决那个，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问题的。那你叫他结婚之后往哪里去啊？你有钱啊，你寄钱给他买祖屋咯。你还敢跟我提钱？我们那2间店屋被烧掉，insurance都没有 claim 到，我们哪里还有钱啊？要不是你，我们会搞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关我什么事？你是不是要赖我没跟你们买活险呐？你骗得了自己，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老天。你问威廉嘛，我根本没有拿到你们的支票啊。对啊，对啊。对什么对啊？我今天才发现，无论你说什么，威廉都说对。啊，那你是说我跟威廉串通起来啊？当然了。好了，不要再吵了，让佳琪好好吃这一顿饭。不要再吵了，让佳琪好好吃这一顿饭。Sorry， 反正算了。大姐二姐啊，谁对谁错都已经过去了。对，钱虽然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姐妹之情更加重要的。如果我们2个人可以摒弃成见的话，好好合作，我相信大家亏损的钱都有办法赚回来的，而且可以赚得比以前更多的。佳琪说得对，如果你们姐妹2个能同心协力，我可以把快乐一交给你们。你们不但可以帮一帮那个没用的大哥，又可以提拔一下这个吊儿郎的弟弟。可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2个的样子，我能放心得下吗？大姐二姐，我相信你们听得出妈言外之意啊。爸妈现在年纪大了，而且你们2个人又各有所长，如果我们能够互补不足的话，我相信快乐鱼一定能够发扬光大的。没有他，有我也可以啊。妈的，你看他这种态度，你要我跟他合作，我不吐血才怪呀！我才不要跟你合作啊！我也不想要啊 ，No way！不要再争了，不合作做姐妹也可以啊。妈已经有很多烦恼了，不要再烦她了。哼，你可真会做人，拍妈的马屁最厉害。谁不知道最想得到快乐鱼的是你？来，让我们为罗家上下团结一心，干杯！来，威廉。哦。来，干杯！干杯！家福啊，你结婚了，不要再吊儿郎当得过且过了，而且你就快当爸爸了，对前途呢有个计划。遵命。还是吊儿郎当。爸，记得啊，要定期做身体检查，你胆固醇指数变高，要注意饮食啊。遵命，关你什么事？我听阿公说的。还有妈，你不要来操劳了，每个星期休息1天，让出松懈一下，那每年最好能够休息1-2个礼拜，出国散散心。好，大姐啊，你做事最有冲劲的了，不过最好能够收收脾气，说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那对你的事业是有所帮助的。哎呀，你干嘛好像交代身后事一样？你看你呀，佳琪现在在说你，你就不能收住你那个臭嘴吗？就是了，大吉利是，他去。是。OK 啦，对不起啊，当我放屁啦。哎，算了，今天说起来好像真的在交代身后事啊。喂，别胡说啊！真的，你不觉得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吗？如果每个人可以把今天呢当成最后一天，那么我们也该要珍惜此刻，珍惜他身边的人。说得好。那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有缘分做兄弟姐妹很不容易的，所以要好好珍惜。好，来，我们敬佳琪一杯。好，祝你一路平安，顺顺利利。谢谢，干杯！
真相。我还以为啊，你看起书来就着迷了，连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没想到你有知觉的啊。那证明你这锅酱料非常吸引人。哎，好像成功了。现在还言之过早，得试试味道才知道啊。味道真好。好像咸了一点啊。盐的分量没错啊，它一定是加了糖了。我那天啊看见它加入一样东西，但是被遮住了，看不清楚，一定是糖。你为什么不问清楚呢？我能问吗？我问他的话，不是被发现了。这秘方不是你大妈教你的吗？你认为他会教我吗？你也太天真了吧。那什么？你是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啊？这秘方是你大妈的。错，那不是我大妈的秘方，那是我阿公传下来的。所以，即使以后我在外面开店做生意，我也是把我阿公的炸鱼发扬光大啊。那是你舅舅跟你说的吧？是啊，我觉得舅舅说的也很有道理啊。佳倩，我总觉得有点不对。有什么不对？你阿公把秘方传给你大妈，那是他对你大妈的信任。你大妈从此就肩负起继承与发扬快乐鱼的责任。但是现在你大妈并没有正式把秘方传给你。你之所以学到秘方，是我偷偷学来的，那又怎么样？如果不是他们对我那么绝，我也不会用这种手段对付他们啊。我要不是偷偷摸摸的学，你认为他肯把秘方传给我吗？我就亲耳听他说，无论如何都不会把秘方传给我的，因为他怕快乐鱼落到我妈的手里，还有他那些孩子啊，常常咒我妈不得好死。你认为我吞得下这口气吗？不管怎么说，偷学总是错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即使你学到你阿公的炸鱼本领，但这也不正统啊。不是用正当手法学来的东西，就不能光明正大，就会问心有愧的。那又怎么样？你是觉得我做这些事情偷鸡摸狗、见不得人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佳倩，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又有一点那样的意思。该怎么说呢？我的意思就是，你学习的动机是好的，可是你的方法需要检讨检讨。我觉得，与其用这样的手法学到秘方，不如我们自己进行研究，创出自己独特的口味，那不是更有成就感吗？我就是偏偏要跟他们作对，我偏偏要跟他们打对台。那就是你不对了。有什么不对？原来你跟他们一样一鼻孔出气的，那就算了。如果你不支持我的话，我不会勉强你的。佳倩，我怎么会不支持你呢？我支持你，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即使你叫我赴汤蹈火，我都会支持你的。佳倩，佳倩，佳倩，我上刀山下油锅都会支持你的。佳倩。谁要你上刀山下油锅了？我只要你说，是不是我做什么事情，你都会跟着我？我会。即使我跟我妈妈还有舅舅抢回快乐鱼，你也会跟着我？会。我做偷鸡摸狗的事，你也跟着我？摸，我们一起摸。好了啦，你点头点到头都快掉下来了。我不是生你的气啊，我只是希望。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在我身边，永远都不离开我，明白吗？明白，我明白，我怎么样都不会离开你的。我也一样。终于等到结束，爱退回原处，该愤怒还是该认输？爱得那么投入，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无奈的退出，相隔两处，心变得孤独。你总说若是有缘
一定会再相遇，只是这种祝福太过残酷。能不能让爱来做祝福？